前世我一进学校就被评为校花，顾思雨放话说一定要拿下我的第一次。为了让班里的同学帮忙追我，他清空了全班同学的购物车，甚至还包下京市最顶级的商场，请全班消费。结账时，我却发现我的副卡被扣掉了1000万。我当场和顾思雨对峙，他反而倒打一耙。沈兰兰，你就是想装白富美，也不能硬说我的卡是你的呀，还以为你有多清高呢，结果就是个捞女。在睁眼，我竟回到了开学第一天，我立刻注销了我的黑卡副卡。顾思雨立刻下跪求原谅。哇塞，顾同学真是阔气啊！我购物车里的苹果笔记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来了。有人惊叹顾思雨阔气，有人纠正称呼，说该叫顾少，还宣扬顾家是京市首富，是顶级豪门。班长谄媚地表示，全班以后都是顾少的跟班，愿意为他赴汤蹈火。顾思雨摆手客套，说这只是小见面礼，以后在 A 大还要靠同学们照顾。他话锋一转，说自己确实有件事想请大家帮忙出主意。他还没说出口，校门口偷听的人就暧昧起哄，说他看上了沈校花。众人纷纷应和，说等沈兰兰来了，一定帮顾少说尽好话。踏进教室时，我人还有些恍惚，一抬眼，班里众人的目光都已经汇集到了我的身上。顾思雨看见我，立刻扬起温柔的笑，主动跟我搭话。他说刚帮教室里的同学们都清空了购物车，并让我把手机给他，承诺会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全部买下。教室里一时间都是起哄的声响，全班人的眼中满是揶揄和羡慕。有人劝我心动，说顾思雨这样帅又多金的富少很难得。有人跟着附和，举着手机展示自己买到的拉布布，劝我答应和顾思雨在一起。同桌激动地举着手机凑到我面前，向我展示顾思雨的大手笔。满屋子的人都殷切地看着我。顾思雨带着笑意，伸手就要拿过我的手机，可我看着他那志在必得，仿佛看猎物一样的目光，止不住的发冷。再度想起了前世，顾思雨和今天一样，在开学第一天就主动为全班同学清空了购物车，赢下所有人心。当时我不停地收到我爸副卡的消费短信提示，总共下来他陆陆续续消费了200万。但那会儿我没多想，毕竟我爸花钱一向大手大脚。可第二天，顾思雨又请大家去京市最顶级的奢牌商场消费。商场经理看到我也来了，不敢怠慢，立刻给所有人都安排了 VIP 客户级别的销售接待。我不想暴露身份，便只淡淡关照说这些都是我的同班同学，等结账的时候可以打个5折。顾思雨十分豪横的让大家随便买，最后打完折一共是1000万。看到这样的天价，有人心里忐忑起来，担心顾思雨付不起。但顾思雨挑了挑眉，当场刷卡结账。结果下一秒我就收到副卡消费1000万的短信，消费地点正是我们家的这个商场。我顿时觉得不对劲，夺过顾思雨手里的黑卡，确认这是我开给我爸的那张副卡。我厉声指出，顾思雨，这张黑卡是我的吧？顾思雨却笑着想搂我说，只要我答应跟他在一起，他的东西就是我的。我躲开他的手，皱起眉，再次强调，这是我的副卡，消费短信会直达主卡持有人。我现在要求你归还2天内消费的1240万，否则我将报治安队。他却倒打一耙，坚称这是他父亲给他的百夫长黑金卡。顾思雨继续污蔑，沈兰兰，你就是想装白富美，也不能硬说我的卡是你的呀。我知道你是贫困生，你只要老老实实当我女朋友，本少爷绝对不会亏待你。我冷笑着，直接反问他，你爸是顾岩松是吗？顾思雨脸色忽变，他污蔑我偷看入学档案，目标是他父亲。他继续辱骂我，说我清高是装的，就是捞女。周围响起一片议论声，纷纷附和顾思雨的话。有人诋毁我，说我想一步登天，靠美貌勾搭有钱人。我脸色铁青，在手机上调出银行卡的绑定信息，举到顾思雨眼前，上面明确写明这张副卡的持有人是顾岩松，主卡持有人是沈兰兰，而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是父女。我只是随了我妈的姓而已。我漠然地躲开顾思雨伸过来的手，淡淡开口，顾少想追我，光清空一个购物车可不够。顾家不是京市首富吗？既然这么有钱，那就带大家清空一下万径城，让我看看你的诚意。顾思雨神色微变，但很快就笑了。他承诺第2天请全班去万径城，想买什么都由他买单。这话一出，班里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立马围着顾思雨阿谀奉承。我懒得再听，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手机叮咚一声，银行发来销卡成功的消息，明天下午3点，那张给我爸开的副卡就过了24小时注销冷静期。顾思雨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昨晚我就查了个清楚，我倒要看看没有了我的副卡，他这个假富少要怎么收场。第2天，我提前到了万径城，和经理简单交代了一下。等顾思雨和同学们到的时候，商场的闲杂人等都已经清空，所有工作人员排成2排，正恭敬地迎接他们。大家纷纷感叹顾思雨有排面。顾思雨更是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黑卡，他宣布，今天我包场了，大家随便买。同学们闻言双眼发亮，直接奔向自己想买的店。见我站在原地没动，顾思雨凑近我，温柔地说道，兰兰，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拿，哪怕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摘下来。我冷冷听着他的甜言蜜语，只觉得虚伪。如果不是前世死前看过他那丑恶的嘴脸，说不定我真的会被他骗到。我淡定报出想要的商品，香奈儿和爱马仕的限量款每个系列各拿1支。我让店员把配套的大衣丝巾全部打包。珠宝方面，我让梵克雅宝和卡地亚特拿10几20款。看我大买特买，顾思雨丝毫没有介意，反而露出宠溺的笑。毕竟我爸给他的那张百夫长副卡是不限额的，别说上千万了，就是刷上1个亿都没关系。等大家都挑完东西时，已经是2点半。这一次总消费高达5000万。顾思雨掏出黑卡就要结账，商场经理看到卡面，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朝他点了点头，然后他便十分礼貌地把黑卡推了回去。顾先生，请您带着黑卡
卡来这边输入密码。顾思雨愣了一下，质疑经理：“你是不是没见过高端黑卡？这是百夫长黑金卡，无需密码直接刷卡。”经理笑着解释：“百夫长黑金卡确实无需密码，但他手里的是副卡，主卡持有人设置了支付密码，您难道不知道？”气氛一时尴尬起来，同学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顾思雨，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小声猜测顾少是不是在装阔。顾思雨硬着头皮辩解：“副卡也是百夫长黑金卡的副卡，主卡持有人是我父亲，我不可能不知道密码。”他一把夺过经理手中的 POS 机，开始输入密码，连续2次密码错误的提示音响起，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我看了眼时间，已经2点50了。顾思雨顶着大家的目光，额头冒出细汗。他向经理提到：“能不能先记账？我晚点再来付。”经理礼貌地拒绝：“抱歉，顾先生，万晋城只接受当场结清，不提供记账服务。”顾思雨感觉被驳了面子，竟气急败坏地指着经理威胁：“我是万晋城老板的人，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丢工作？”早上我让经理加强了安保，这时万晋城的保镖们都围了过来。经理依旧保持礼貌，告知顾思雨必须结清5000万，否则所有人都不能离开。人群顿时有些慌乱起来。这时我拿着手机缓缓走到了前面，歪头看向他：“顾少是付不起，还是不想付？要不要我先帮你垫垫？”顾思雨眼中划过一丝恼怒，嘴硬说：“500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嘲讽我是贫困生，没资格说这种玩笑话。班长也出声维护他，指责我在说风凉话，有他出头。同学们顿时将情绪发泄到了我身上，众人纷纷贬低我，说顾思雨再怎样也比我这个贫困生有钱。他们嘲笑我穿着寒酸，手机里连10块钱都没有。他们极尽侮辱，说我就算出卖身体也凑不齐这笔钱。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穿的衣服，一阵无语，总算知道了我作为贫困生的荒谬流言到底是哪来的。要是我助理在，就得骂他们不识货，连路易威登今年在巴黎时装周大爆的水洗主题都不知道。顾思雨不死心的再次尝试输入密码，可下一秒密码错误的提示音再次响起：“第一，密码错误，交易失败。”顾思雨脸色通红：“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我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走到角落里，拨通电话，低声质问：“黑金卡为何无法使用？”没多久，我手机上就收到了我爸的微信消息。我爸发来消息，询问我为何给副卡设密码。我笑了笑，卡着时间在屏幕上打出一串数字。顾思雨挂断电话，他谎称是父亲换了密码，没告知自己已经问到了正确密码。班长对着顾思雨又是一阵谄媚吹捧，说他早就相信顾少能解决。顾思雨笑了笑，然后流畅的在 POS 机上输入了我刚才发出去的数字，密码验证成功的提示音响起。顾思雨得意的扬起唇角，结果下一句提示音就让他的笑僵在了脸上。无效卡，交易失败的提示音清晰传来，我的手机铃声也随之响起。刚一接通，就传来我爸气急败坏的声音。我爸在电话里怒吼：“你为何要注销副卡？你现在立刻转1个亿过去，说我急用钱！”我反手就把我爸拉黑了。从今往后，这个死老头1分钱都别想从我这里拿到。重生回来以后，我就立刻让助理帮我调查了顾思雨，因此他的身份资料昨天晚上我就拿到了。我以为他是我爸在外面的私生子，实际上他却是我爸包养的情人。幸好我是跟着我妈姓沈，要不然我都嫌恶心。顾思雨再度红着脸出去打了个电话，过了片刻，他竟拿出另外一张银行卡，从里面刷了1000万作为预付款。助理给我发来消息，说我父亲去拍卖行抵押雪湾别墅，还卖掉了我送的限量版迈巴赫。我冷着脸给助理回复指令：联系拍卖行撤销抵押，退还车辆，否则立刻撤资顾氏集团，并通知我们所有的合作方，顾氏集团即将更名沈氏集团，从今往后所有业务都需我亲自点头，与顾岩松无关。我让助理告知各方，执意和顾岩松合作的要掂量能否在京市立足。回完消息，我才抬起头看向顾思雨，他还在气冲冲地质问商场经理，都已经预付1000万了，等会儿再过来付剩下的钱不行吗？看这情形，我提醒他：顾思雨同学，刚刚我说帮你垫付，你不要，现在闹成这样，场面多难看啊！顾思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然而经理这时却毕恭毕敬地朝我鞠了个躬。沈老板，您这边是什么想法？我在全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微微一笑，给出答复：可以，那就替顾少把剩下的4000万记在账上，2个小时后让他回来付。经理这才拍了拍手，让那些保镖们散开。经理提醒顾思雨准时结账，超时就会报治安队处理。所有人都惊诧不已，压低了声音猜测起我的身份。顾思雨感觉商场经理是故意下他面子，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才转头对大家开口说要回雪湾拿钱，邀请想见识的人同行。听到雪湾2个字，同学们惊呼起来，有人确认是全国第1豪宅区雪湾，有人介绍雪湾别墅价值上亿，入住需要验资，住户资产均过100亿。众人惊叹顾家的实力，纷纷表示要去开开眼。班长更是谄媚的吹捧顾思雨，说跟着他才能接触上流社会。班长还不忘贬低我，说我给脸不要脸。顾思雨冷哼一声，看向我放出狠话，他说原本我答应做他女朋友就能带他去雪湾，甚至送他一套房。他指责我刚才落井下石，让他十分失望。他命令我留在万晋城反省，等他回来。他得意洋洋地带着一群人打车离开。看着他们嚣张离去的背影，我立刻拨通了管家的电话。我向管家下达指令，除了我之外，不许放任何人进入雪湾别墅。陈叔为难地
的回复，说我父亲刚刚吩咐他迎接客人，做了这种事情，我可不会再认他这个爸。我冷笑一声，语气冰冷地宣告，他不是我爸。我给管家10分钟时间，要求把顾岩松和他的家具全部扔出雪湾。管家立刻应声照办。1个小时后，我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了雪湾别墅的大草坪上，隔着一道雕花铁门，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格外刺耳。门外的人叫嚣着让开门，报出顾少和顾岩松的名号施压。有眼尖的同学透过缝隙看见了我，发出惊呼。众人震惊于我出现在这里，还乘坐着直升机。他们立刻开始龌龊揣测，说我是被顾思雨父亲包养才能进入。这话一出，人群瞬间炸了锅，各种难听的揣测和污言秽语都朝我砸来。众人继续辱骂我，说我表面清高，实则不堪。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指责我。顾思雨也是一脸见了鬼的表情，冲我大喊。他质问我为何会在他家，还说自己让我留在万晋城反省。我对他们的愚蠢感到窒息。管家陈叔快步迎上来，恭敬地躬身向我问好。陈叔汇报，一切都已按照我的吩咐处理完毕。顾思雨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朝陈管家呼喊。他自报姓名，让管家放自己进门。陈叔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安静地站在我身侧。同学们这下彻底懵了，纷纷发出疑问。众人不解管家为何不理会顾少，还称呼我为沈总。有人开始怀疑顾少的身份是假的，也有人疑惑，毕竟购物车和预付款都是真实的。班长强自镇定，指着我开始谩骂。班长咬定是我用下作手段买通了管家，让大家不要被骗。立刻有人附和班长的话，继续帮腔。他们要求我放顾少进门，威胁说顾先生回来我会遭殃。就在这群情激愤的时候，他们口中的顾少他爸，我的亲生父亲顾岩松终于出现了。他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凌乱，西装外套上甚至沾了些灰尘，脸色黑得像锅底。顾思雨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救星，立刻委屈地呼喊。他向顾岩松哭诉，说自己被拦在门外，无法进入。顾岩松先是狠狠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要吃人。他怒斥我长本事，竟敢让人把他扔出来。说完，他转向顾思雨，瞬间变脸，语气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他安抚顾思雨，说自己回来了，没人能欺负他。同学们见状，底气又足了，纷纷对我叫嚣。众人嘲讽我说金主爸爸回来了，我彻底完蛋。他们让我赶紧跪下道歉，祈求顾先生原谅。有人出言调戏，说现在求饶还来得及，自己可以帮忙求情。陈叔脸色难看，想叫保镖把这群满嘴喷粪的人清理走。我抬手阻止了他。陈叔冷着脸，用清晰的声音向全场宣告真相。他说明我是顾氏集团真正的掌控者，也是雪湾别墅唯一的主人。他告知众人，顾岩松早已被罢免集团职务，所有消费都依赖于我。陈叔顿了顿，语气里满是轻蔑。他揭露顾思雨与顾氏集团毫无关系，更不是顾岩松的儿子，只是同姓而已。他表示，法务部已经记录下众人对我的污蔑诽谤，律师函很快就会送达。刚才还叫嚣的最厉害的班长脸刷一下白了。留手快的同学已经搜出了新闻，激动地向众人宣告消息属实。他告知众人，顾氏集团以公示董事长兼总裁为沈兰兰，集团即将更名为沈氏集团。他还说，搜索顾思雨毫无结果，京市首富圈层中根本没有这个人。人群顿时乱成一团，众人纷纷发出不敢置信的低语。有人懊恼自己被骗，陷入慌乱；有人害怕因诽谤集团总裁而吃上官司。我懒得再看这群乌合之众的丑态，示意保镖把面如死灰的顾思雨和脸色铁青的顾岩松带进来。然后我看向那群瑟瑟发抖的同学，淡淡开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责。刚才骂得最欢的几位，等着接律师函吧。我好心提醒众人，在万晋城买的东西能退就尽快退掉。我告知他们，顾思雨无力支付钱款，免得最后落的东西没拿到还背负债务的下场。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如丧考妣的表情，转身走进了别墅。客厅里，顾思雨还在不甘心的大喊大叫。我嫌他吵闹，对陈叔使了个眼色。陈叔立刻会意，拿起茶几上擦灰的抹布，利落地塞进了顾思雨嘴里。世界总算清静了。我走到沙发主位坐下，目光落在顾岩松身上。这个我曾经视为依靠的父亲，此刻看起来竟有些陌生。小时候，他会把我扛在肩头看烟花，会在我受委屈时第一个站出来。母亲去世后，他红着眼眶向我承诺，会永远做我的后盾。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竟然会为了一个外人，一个靠着龌龊手段上位的男人来欺骗，甚至间接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的心像是被泡在冰水里，一阵阵发冷。我轻声开口，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喊他爸爸。我告知他，我已经把他和顾思雨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顾岩松身体一颤，眼神复杂地抬头看我。我看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悔意。我质问他为何要这么做。我提及母亲离世不久，他便找了男人，还用我的钱供养对方。顾岩松颓然地低下头，发出无力的辩解，说我不懂他的苦衷。他说和母亲的婚姻是家族联姻，毫无感情，母亲太过强势，让他喘不过气。他说顾思雨单纯善良，像一束光，在对方身边，他才活得像个正常人。听着他这些可笑的辩解，我胃里一阵翻涌。这时，一个清冽的男声从门口传来，来人指责顾岩松被猪油蒙了心。我转头看到我的竹马宋远洲快步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担忧和安抚，然后很自然地走到我身边，将文件袋放在顾岩松面前的茶几上。他揭露顾思雨的真实履历，对方初中辍学，混迹社会，常年流连夜场会所，专门勾搭有钱人。他拿出顾思雨过往金主的名单和转账记录，证实对方的不堪过往。他说明顾思雨擅长揣摩人心，扮演他人喜欢的模样。他告知顾岩松，所谓的单纯善良不过是刻意讨好的表演。顾岩松发出不敢置信的呢喃，不愿接受眼前的事实。他颤抖着手打开文件袋，一页页翻看资料，脸色越来越惨白，呼吸也愈发急促。那些白纸黑字附带照片的证据让他无从辩驳。过了许久，他猛地将资料摔在桌上，双手捂住脸，发出压抑的呜咽。他痛哭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断向我道歉，坦言自己
己鬼迷心窍，差点害了我。他哭得老泪纵横，捶打着自己的脑袋，看起来狼狈又可怜。我心里像是打翻了5味瓶，又酸又涩。转身将额头抵在宋远洲的肩膀上，咬紧牙关，不想让自己的脆弱泄露分毫。宋远洲轻轻拍着我的背，低声安抚我说：“一切都过去了，以后会一直陪着我。”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我忽然想起前世临死前似乎听到过他焦急呼唤我名字的声音，我心中生出疑惑，难道他也和我一样重生了？现在不是深究这个的时候。我重新站直身体，看向已经崩溃的顾岩松，内心一片冰凉。我心中冷笑，现在知道后悔。前世我惨死的时候，他又在哪里？我深吸一口气，转头看向顾思雨，我向顾思雨宣告，会让他把从顾岩松那里拿走的每一分钱都吐出来。我要求他付清万镜城的4000万欠款，否则就让他牢底坐穿。我让保镖把顾思雨拖出去，直接送到万镜城经理那里处理完。顾思雨，我看着瘫坐在沙发上，瞬间老了10岁的顾岩松，冷冷开口。我给了顾岩松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拿着名下剩余的不动产离开京市，永远不再出现；第二个选择是被我报治安队控告侵占公司资产，面临10几年的牢狱之灾。顾岩松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试图用亲情打动我。我斩钉截铁地打断他，划清彼此的界限。我告知他，从他纵容顾思雨欺辱我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我的父亲。他最终颓然地选择了第一条路。宋远洲安排人送走了顾岩松，看着他佝偻着背步履蹒跚离开的背影，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心中满是恨意，却又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怅然。宋远洲轻声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处理后续事宜，我摇摇头，拒绝了他的好意，表示自己可以处理。他看着我，眼神温柔而坚定，向我表明心意。他希望我不要独自扛下一切，给他一个陪在我身边的机会。我看着他眼中清晰映出的自己的影子，以及那份深藏已久的情谊，心头微动。或许重生一次，除了复仇，我也该试着抓住一些别的东西。顾思雨被扔回万镜城后，果然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拿不出4000万，就开始狗急跳墙，挨个去找那些当时在商场里血拼的同学要钱。他要求同学们退还商品和钱款，声称那些钱原本属于自己。同学们纷纷反驳，指责他没钱还要装阔，连累众人。有人以贫困生为由，拒绝退还钱款，回旋镖扎扎实实的飞了回来。钱是跟着他一起欺辱我的那几个男生，尤其是动手绑我的班长，这次拿的东西最多，加起来有上千万。可因为我对这几个人有过特别关照，他们根本退不掉，也还不起。怒火和恐惧让他们把一切都怪到了顾思雨头上。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他们把顾思雨堵在了一条小巷子里，众人对着顾思雨破口大骂，指责对方连累自己。有人哭诉欠款数额巨大，全家都无力偿还。众人一致决定动手教训顾思雨，将所有怨气都发泄在他身上，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顾思雨身上。他被打得鼻青脸肿，惨叫连连。那些人边打边骂，把前世施加在我身上的暴力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这还只是开始，万镜城的催款单、沈氏集团法务部的律师函像雪片一样飞到顾思雨和那些参与辱骂、购买巨额商品的同学手上。顾思雨被学校开除，只能东躲西藏，而那些同学家里有点底子的，倾家荡产才把钱还上，还不上的直接被送进了拘留所，等着法律的审判。但我没想到，走投无路的顾思雨竟然想出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招数。他顶着一张被打得五彩斑斓的脸，开了直播，对着镜头卖惨薄同情。他在直播中实名举报顾岩松，捏造对方威逼利诱自己的谎言。他谎称自己因拒绝对方而被打击报复，遭沈兰兰设计陷害。他哭诉自己无家可归，被人追杀，祈求网友帮助。这猎奇又劲爆的内容涉及顶级豪门秘辛，瞬间点燃了整个网络。直播平台直接把他挂上了首页推荐，观看人数呈几何级暴涨。网友们纷纷热议，感叹豪门关系混乱。有人猜测集团改名是因为东窗事发，还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对我进行恶意指责。无数新闻记者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把沈氏集团大厦围得水泄不通。公司股价应声下跌，连续几天绿得发慌。一些小股东坐不住了，开始打电话给我施压。宋远洲拿着平板给我看直播回放，眉头紧锁，询问是否该放出证据。我看着屏幕上顾思雨那副故作可怜的嘴脸，冷冷一笑，不急，让他再表演一会儿，爬得越高，摔得才越惨。顾思雨尝到了流量和同情的甜头，居然开始利用热度直播带货，卖些3无产品的纸巾、零食，一晚上下来竟然也收入几十万。就在他的直播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顾家和我的时候，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顾岩松开通了直播，镜头前的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20岁，头发全白了，面容憔悴，但眼神却异常平静。他对着镜头坦然承认自己就是顾思雨口中的那个人。他开门见山的表态直接引爆了直播间，公屏上瞬间被各种辱骂和质疑刷屏。顾岩松没有理会，他只是用缓慢而清晰、带着悔恨和疲惫的语调，将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从他与我的母亲缺乏感情的婚姻，讲到他内心的空虚和苦闷；从如何结识刻意迎合他的顾思雨，讲到被他所谓的单纯善良迷惑，昏了头一样信任他、纵容他。他坦言自己隐约察觉顾思雨对我不怀好意，却因为私心选择了忽视。他承认自己不是合格的父亲，也不是正直的人，辜负了妻子，伤害了女儿。顾岩松的声音哽咽了，他对着镜头深深地低下头，向我和所有受影响的人道歉。他出示了几份关键的文件截图，他拿出顾思雨的恶行证据，揭露对方同时周旋多位金主、多次小额诈骗的事实。他表明自己站出来不是为了洗白，只是不想更多人被欺骗，不想我再承受无端骂名。这场直播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扭转了舆论风向。网友们纷纷感叹剧情反转，有人评价顾岩松虽有错，但敢做敢当；众人认清顾思雨的真面目，指责对方是捞男骗
骗子。之前购买商品的网友纷纷要求退货，抵制顾思雨，网友们齐声要求平台封杀顾思雨。顾思雨的直播间瞬间被骂声攻陷，平台迅速封禁了他的账号。之前合作带货的品牌方也纷纷发布解约声明，并要求赔偿。沈氏集团的股价开始止跌回升，并且因为处理果断，反而赢得了一些市场的好感度。宋远洲看着网络上的风向变化，笑着询问我是否解气。我看着屏幕上顾岩松苍老憔悴却眼神清明的样子，心中百感交集，恨意依然存在，但似乎没有那么浓烈了。我轻声回应，心里舒坦了一些。宋远洲告知我已经把顾岩松安置在南方小城，对方状态好转，还表达了悔恨与歉意。宋远洲小心地试探我后续的打算，我沉默了片刻，没有回答。理性上我知道他罪不至此，他最后的挺身而出也算是一种弥补，可感性上那道因为背叛和间接伤害而产生的裂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愈合的，尤其是为我抱憾而终的母亲。再次听到顾思雨的消息是在1年多以后，我以为他要么在牢里，要么就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隐姓埋名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敢作死。他不敢来找我麻烦，却把恨意转移到了当初那群联手揍他，后来又被公司追债的同学身上。那几个人家里掏空积蓄还了钱的成了普通家庭，没钱还债进去蹲了的最近刚出来，正穷困潦倒，四处找活路。顾思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笔小钱，伪装成矿老板的助理，联系上他们，说有门路带他们去缅北赚大钱，一个月几10万不是梦。那些人被债务和贫困逼红了眼，竟然真的信了。等他们兴冲冲的跟着顾思雨偷渡过去，才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是电信诈骗和器官贩卖。顾思雨拿着卖他们得来的钱想去赌场翻本，结果还没潇洒2天就被当地治安队抓获。我早就让宋远洲留意着他的动向，一发现他联系那些人就不好了网。他被引渡回国的那天，我和宋远洲去看了他一眼，隔着探监室的玻璃，顾思雨瘦得脱了形，眼神浑浊，却依旧充满了怨毒。他死死盯着我，突然咧嘴笑了，压低声音用口型对我发出恶毒诅咒。我瞬间确定他也回来了，可惜他就算回来100次，也依旧是个人渣，是个废物。我拿起通话器，语气平静无波。现在的结局不过是拨乱反正，你以为像你这样的垃圾还配有什么下辈子？顾思雨瞬间暴怒，对着我发出不堪入耳的辱骂。他猛地扑上前，却被身后的治安队死死按住，只能发出无能狂怒的咆哮。宋远洲厌恶地皱起眉，询问我是否要让对方闭嘴。我干脆利落地点头。为什么不要？他又不是什么需要优待的客人。对于这种死不悔改的渣子，让他多在里面受点教育，才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从监狱出来，阳光有些刺眼。宋远洲很自然地牵起我的手，询问是否要把顾岩松接回来。我侧头看他，他笑了笑，眼神温柔，提及我们的婚礼，希望有长辈陪我走完仪式。这个称呼让我耳根一热。多年好友变成恋人，再到即将步入婚姻，有时候确实觉得有点肉麻。我娇嗔着让他不要这么称呼，觉得太过奇怪。宋远洲难得的耍起来，凑到我耳边，一遍遍亲昵地喊着。我笑着推开他，心里却像是被蜜糖浸过一样。或许他说的对，是时候放下一些沉重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了。婚礼那天天气特别好，顾岩松被接了回来，他穿着熨帖的西装，头发梳得整齐，虽然眉宇间多了许多皱纹，但眼神清亮，精神状态看起来比当初在别墅里时好了太多。他站在花廊尽头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当我挽上他的手臂时，他的手微微颤抖着，他向我道歉，感谢我愿意让他陪我走完这段路。我看着前方正温柔凝视着我的宋远洲，深吸了一口气，轻声开口，都过去了。音乐声中，他牵着我一步一步走向新的未来。踏上红毯，宋远洲伸手接过我的手，紧紧握住。顾岩松退到一旁，默默擦拭着眼角。我看着身边英俊体贴的丈夫，看着台下祝福的亲友，再看向那个虽然犯过错，但终究用最后勇气试图弥补的父亲。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落，一片璀璨。或许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婚后的生活褪去了所有复仇的尖锐，只剩下细水长流的安稳。我全面接管沈氏集团的核心业务，将原故事遗留的松散板块逐一剥离重组。宋远洲主动缩减自己名下公司的运营规模，将全部精力放在辅助我打理集团事务上。集团内部的元老级员工起初对我的年轻抱有质疑，认为我无法掌控100亿规模的企业。我连续主导3场跨国并购案，以精准的判断和果断的决策拿下海外核心供应链。我关停10余家长期亏损的附属公司，砍掉低效业务，为集团每年节省数亿运营成本。所有质疑声在实打实的业绩面前彻底消散。管理层对我心悦诚服，全力配合工作。我保持着规律的办公节奏，每日清晨准时抵达顶楼总裁办公室，深夜才会离开。宋远洲总会提前备好温热的养生茶和低糖点心，在我疲惫时默默陪伴，从不打扰。办公区的落地窗能俯瞰整座京市的繁华景象，车流穿梭，高楼林立，尽在眼底。前世在酒店被折磨致死的剧痛，被全班同学围堵羞辱的屈辱，至亲背叛的寒意，偶尔会在深夜涌入脑海。只要转身触碰到宋远洲温暖的掌心，那些阴暗的记忆便会迅速褪去，不再掀起波澜。我早已不是前世那个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沈兰兰，手握权力、财富与真心，拥有了对抗一切的底气。南方小城的顾岩松坚持每月寄送书信，字迹工整，内容皆是平淡的日常，
长与深刻的忏悔。他从不奢求我的回信，只是以这种方式完成漫长的自我救赎，诉说对过往的悔恨。宋远洲多次提议带我前往小城探望顾岩松，我始终没有应允。伤疤不会轻易抹平，我愿意给他安稳的晚年，却无法做到毫无芥蒂的重新接纳。原谅需要时间慢慢沉淀。集团稳定运营后，我初次成立专项公益基金会，专注于反校园霸凌与弱势群体保护。前世我所承受的无妄之灾，我不愿让任何一个年轻生命再次经历。基金会在全国100余所高校建立安全保护机制，为受欺凌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与心理疏导。我投入巨资建设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为遭遇创伤的孩子提供长期康复支持。媒体将我报道为年轻有为、心怀大爱的商界领袖，网友纷纷称赞我的格局与善心。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一切都是在弥补前世那个绝望无助、无人救赎的自己。闲暇之余，我和宋远洲会奔赴世界各地度假，逃离职场的喧嚣，感受不同的生活气息。我们在马尔代夫的海边等待日出，金色的阳光铺满海面，温柔的让人忘却所有烦恼。我们在瑞士的雪山中徒步，皑皑白雪覆盖山峦，纯净的景色净化内心的阴霾。我们在欧洲小镇的咖啡馆静坐一下午，听街头艺人演奏乐曲，享受片刻的宁静。曾经被仇恨填满的心脏，渐渐被温柔、安心与幸福填满，再也容不下阴暗的情绪。我以为顾思雨会在监狱中耗尽余生，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轨迹里，不再掀起风浪。现实的荒诞远超预期。3年后的一个清晨，一场新的风波毫无征兆的袭来。法务部总监面色凝重地闯入我的办公室，手中攥着厚厚的文件，神情满是焦急。一份来自监狱的申诉材料被放在桌面。顾思雨以被冤枉为由，发起无休止的申诉。他在狱中多次煽动其他犯人闹事，声称我恶意构陷，才导致他蒙受牢狱之灾。他联系上当年一同服刑的几位同学，联合翻供，将所有罪责全部推到我的身上。更恶毒的是，他通过隐秘渠道向外散布谣言，声称我为霸占家产，亲手害死生母。这条谣言精准戳中大众对豪门秘辛的好奇心理，瞬间在网络上引爆滔天舆论。不明真相的网友被恶意引导，纷纷对我展开人身攻击、谩骂与诋毁，充斥各大社交平台。沈氏集团的股价连续3日暴跌，市值蒸发数十亿，合作方接连发来问询函要求解释。董事会的几位老股东坐立不安，连续召开3场紧急会议，对我施加巨大的管理压力。部分合作方暂停项目推进，观望舆论走势，集团的正常运营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宋远洲第一时间赶到办公室，紧紧握住我的手，用眼神传递坚定的支持与守护。他主动提出全权处理此次危机，不让我沾染半分纷扰。我轻轻摇头，拒绝了他的好意。经历过前世的死亡、背叛与羞辱，这点舆论风波早已无法动摇我的心智与底线。我让助理调取顾思雨所有犯罪证据，包括诈骗、诱骗、偷渡、恶意诽谤的完整卷宗。我安排专人找到当年围堵顾思雨的同学，逐一核实事件经过，固定所有证言。那些人早已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面对询问不敢有丝毫隐瞒，如实陈述全部经过。完整的证据链形成闭环，每一项都能精准驳斥顾思雨的谎言，彻底封死他的翻供之路。我没有选择立刻公开证据，而是静静等待，想看透这个死性不改的人最后的疯狂。顾思雨通过律师在外界不断发声，言辞愈发激烈，编造的谎言越来越离谱。他开始捏造我与宋远洲的黑料，声称我们联手侵吞家产，为权力不择手段。他造谣宋远洲接近我是为了沈氏集团的财富，所谓深情不过是精心策划的阴谋。被煽动的黑粉形成有组织的攻击群体，对我和宋远洲进行全天候的谩骂与骚扰。无良媒体为博取流量，制作负面专题报道，断章取义，扭曲事实，加剧舆论的恶化。宋远洲的家人受到波及，亲友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生活被无端打扰。他始终没有半句怨言，日夜守在我身边，处理外围危机，为我抵挡所有明枪暗箭。深夜的书房灯火通明，我坐在书桌前处理集团事务。宋远洲轻轻为我披上羊绒外套，我靠在他的怀中，第一次主动完整诉说前世临死前的绝望与痛苦，声音平静无波。他的身体瞬间僵住，随后用力抱紧我，低沉的声音带着颤抖，坦白他也重生的真相。前世他收到消息赶到酒店时，一切都已太晚，只看到我冰冷的身体成为一生的噩梦。重生后，他第一时间寻找我，想倾尽所有保护我，却发现我早已开启复仇之路。原来我们都是带着前世的伤痛与执念，跨越生死，重新走到彼此身边。积压多年的情绪在那一刻彻底释放，我在他怀中无声落泪，没有悲伤，只有极致的庆幸。庆幸我们都拥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庆幸命运没有让我们再次错过，庆幸爱意从未消散。情绪平复后，我启动全面反击计划，以绝对的证据碾压所有恶意谣言与诽谤。我让公关团队一次性公开所有证据，包括顾思雨的犯罪记录、造谣录像、狱中诽谤录音。我公开母亲的完整医疗档案，由当年的主治医生出面作证，澄清生母病逝的真实原因。医疗记录、病危通知、死亡证明全部公示，用铁一般的事实粉碎所有恶毒谣言。舆论在24小时内完成彻底反转，之前谩骂我的网友纷纷公开道歉，转而谴责顾思雨。媒体迅速调整报道风向，重点讲述我多年的公益投入与集团的社会责任担当。动摇的合作方接连发来致歉函，主动要求加快项目推进，深化长期战略合作。董事会的老股东亲自登门致歉，为之前的质疑感到羞愧，全力支持我的所有决策。监狱中的顾思雨陷入彻底的恐慌，他试图再次翻供，却再也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他因多次诬告、恶意诽谤、煽动闹事，被法院依法加刑7年，彻底失去自由。曾经与他一同闹事的犯人为争取减刑，纷纷出面指证他的教唆与编造行为。顾思雨在狱中被彻底孤立，成为所有人唾弃的对象，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的能力。这场舆论危机以完胜收场，沈氏集团的股价
价不仅快速回升，还创下历史新高。我和宋远洲一同前往母亲的墓地，献上她最爱的白色玫瑰，静静伫立在墓碑前。我轻声诉说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母亲，我没有被黑暗打倒，活成了她期望的模样。我告诉母亲，我遇见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拥有了幸福的家庭，过得安稳且快乐。微风轻轻拂过发丝，像是母亲在耳边温柔低语，给予我最温暖的回应。宋远洲站在我身侧，紧紧握住我的手，用无声的陪伴给予我最坚实的力量。从墓地归来后，我做出重大决策，将沈氏集团15%的股份转为永久公益基金，基金专项用于青少年保护、女性权益扶持、反霸凌宣传与心理康复体系建设。基金设立独立监管委员会，不受任何个人决策影响，永久运作，持续帮助弱势群体。消息公布后，整个商界为之震动，业内人士纷纷称赞我的格局与社会担当。媒体大规模报道此次公益举措，我成为年轻一代企业家的标杆与榜样。只有我清楚，这是对前世那个绝望死去的自己最郑重的交代与救赎。日子回归平稳，我不再被过去束缚，不再对未来惶恐，内心充满安定与力量。我平衡好集团管理与家庭生活，既做好企业掌舵人，也做好妻子与未来的母亲。我和宋远洲领养了一只金毛幼犬，取名安安，寓意一生平安，岁岁安稳。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带着安安前往郊外公园，远离城市喧嚣，享受自然的惬意。顾岩松依旧每月寄送书信，字里行间的愧疚渐渐淡化，多了平静的祝福与牵挂。宋远洲偶尔会将书信内容念给我听，我只是静静聆听，从不做出任何回应。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慢慢抚平内心的棱角，淡化所有尖锐的怨恨。5年后，我和宋远洲迎来了自己的孩子，是一个眉眼酷似我的女儿，取名宋面安。孩子继承了我的容貌，却拥有宋远洲温柔安静的性格，从小便乖巧懂事，惹人疼爱。女儿的出生让家庭更加完整，冰冷的别墅充满了孩童的欢声笑语，暖意融融。我主动缩减集团工作时长，将更多时间留给家庭，陪伴女儿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瞬间。宋远洲主动承担起集团的日常管理事务，让我能够安心陪伴孩子，享受家庭时光。我们带着女儿走遍大江南北，去海边看潮起潮落，去草原看牛羊成群，去山林看溪流潺潺。我们让她感受世间所有美好，教会她善良、勇敢、正直，永远远离黑暗与恶意。曾经在绝望中惨死的沈兰兰，早已被彻底埋葬在过去，再也不会出现。如今的我是沈氏集团的掌舵人，是被丈夫宠爱的妻子，是被女儿依赖的母亲。我拥有了前世不敢奢求的一切：财富、权力、家庭、爱与被爱的全部能力。偶尔在深夜，我会被前世的噩梦惊醒，梦见顾思雨狰狞的嘴脸，梦见同学们冷漠的眼神。惊醒后，宋远洲会立刻将我拥入怀中，女儿安稳的呼吸声在身旁轻轻响起。噩梦终究只是梦境，再也无法触碰我的现实生活，无法带来任何伤害。当年跟随顾思雨欺辱我的同学，都在岁月中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班长因巨额债务倾家荡产，父母离异，独自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参与围堵我的男生留有案底，无法找到正规工作，一生被标签束缚，碌碌无为。造谣最凶的女生，家庭破产，早早步入社会，在底层挣扎，在悔恨中度过每一天。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里承受着当年恶行带来的恶果，无人能够幸免。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善恶终有归属，因果自有定论。顾思雨在监狱中耗尽了最宝贵的青春，身形消瘦，眼神浑浊，早已没了当年的嚣张。他出狱的那一天，我没有关注，没有派人查看，这个人早已彻底走出我的人生。据说他出狱后一无所有，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曾经不可一世的假富少，最终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蝼蚁，无人在意，无人理睬。他不甘心就此落魄，试图寻找机会报复我，却连沈氏集团的大门都无法靠近。集团的安保系统24小时运转，专业保镖团队将所有危险彻底隔绝在外。他在一次与街头混混的争执中犯下故意伤害罪，再次被依法逮捕，判处重刑。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走出监狱的机会，在牢狱中度过了余生，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客厅陪伴女儿搭建积木，指尖触碰到温暖的积木，内心毫无波澜。这个人终于彻底从我的世界消失，再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掀不起任何波澜。岁月流转，年华渐长，女儿慢慢长大，出落得聪明伶俐、善良勇敢、落落大方。她从未知晓我曾经经历的黑暗，只知道自己生活在满满的爱意与温暖之中。沈氏集团在我和宋远洲的共同经营下，成为国内顶尖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口碑与实力并存。集团旗下的公益基金帮助了数百万身处困境的人，改变了无数年轻生命的命运轨迹。反霸凌教育体系覆盖全国中小学，让更多孩子远离欺凌，健康快乐的成长。心理康复中心帮助数千名遭遇创伤的青少年走出阴影，重新拥抱生活。顾岩松在南方小城安度晚年，身体康健，心态平和，在平静中走完了一生。他临终前留下最后一封书信，再次为过往的错误道歉，希望我能真正放下所有怨恨。我看完书信，将其妥善收藏在书柜深处，那一刻，内心所有的怨恨彻底消散。仇恨折磨的从来只有自己，放过他人的过错，本质上是放过被执念束缚的自己。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铺满庭院，我和宋远洲牵着女儿的手，漫步在落叶小道上。金毛安安欢快地跑在前方，时不时回头张望，摇着尾巴，模样憨态可掬。微风轻轻拂面，带着花草的清香，暖意融融，包裹着身边最珍贵的人。前世的痛苦、绝望、屈辱、背叛，早已被岁月彻底冲刷干净，不留一丝痕迹。重生一次，我不仅完成了对恶人的复仇，更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我拥有了傲人的财富，掌控着庞大的商业帝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与自主权。我拥有了至死不渝的爱人，陪伴我走过风雨，守护我一生安稳，给予我全部
部爱意。我拥有了可爱懂事的女儿，延续着生命的希望，填满了家庭的所有温暖。我拥有了做善事的能力，帮助无数人脱离困境，完成了对自己的灵魂救赎。所有的黑暗都已成为过去，所有的伤痛都已化为成长的力量，前方只剩下光明与温暖。我抬头望向天边绚烂的晚霞，嘴角扬起温柔而释然的笑意，内心满是安宁。这一生，我终于挣脱了前世的枷锁，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活成了母亲期望的模样，再也没有恐惧，再也没有伤害，再也没有背叛，再也没有无边无际的绝望。安稳与幸福常伴左右，爱意与温暖填满余生，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往后余生，步步皆是坦途，岁岁再无风霜，年年皆得圆满，此生无憾。日子在日复一日的安稳里缓缓流淌，我彻底剥离了前世所有的阴霾与戾气，活成了被阳光与爱意层层包裹的模样。女儿宋念安平稳长至6岁，眉眼间带着我的清丽轮廓，性情却承袭了宋远洲的温润柔和，对整个世界都抱着纯粹的善意。她会在清晨蹲在庭院角落给蚂蚁投喂面包屑，会在放学路上把零花钱分给流浪的小动物，会主动扶起摔倒的同伴并轻声安慰。我从未向她透露过半分过往的黑暗与伤痛，只愿她在毫无杂质的爱意中长大，永远不必见识人性的卑劣与险恶。沈氏集团在稳健运营中持续拓宽商业版图，先后布局新能源储能、生物医疗研发、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等高潜力赛道，每一项战略决策都经过多层级市场调研与风险测算，每一步产业布局都立足长远发展。集团市值连续多年保持稳步攀升，宋远洲始终与我并肩站在集团核心位置。我们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也是配合默契的商业伙伴，更是彼此生命里最坚实的精神依靠。他擅长资本运作与内部管理，精准弥补我在细节统筹上的疏漏，让整个集团的运转体系严密高效，无懈可击。我们从不在公众场合刻意营造恩爱形象，却在三餐四季的琐碎日常里把深情藏进每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与眼神。清晨一同驱车前往集团，傍晚相伴归家，卸下一身疲惫。餐桌上分享生活趣事，书房里并肩处理工作，默契早已深入骨髓。金毛安安从稚嫩幼犬长成温顺沉稳的成年犬，整日守在女儿身边，寸步不离，成为孩子童年里最忠诚可靠的伙伴。庭院里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栽种了大片月季与茉莉，春秋两季花开满院，清香萦绕，为这座豪宅添上了满满的生机与暖意。我时常独自站在花丛前静静伫立，想起母亲温柔的眉眼与轻声的叮嘱，心中只剩绵长的怀念，再无半分遗憾与怨怼。顾岩松离世之后，我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母亲墓地的一侧，让他以这样的方式长久陪伴故人。这不是彻底的原谅，而是真正的放下。我不愿再让陈年的怨恨消耗自己的心神，更不愿让负面情绪影响当下的生活。我名下的公益基金会持续扩大规模，在原有反校园霸凌、心理疏导的基础上，新增乡村教育扶持、重症儿童救助、孤寡老人关怀等多个专项项目。我多次亲自前往偏远山区实地考察，监督希望小学的建设进度，为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物资与成长希望。看着孩子们捧着新书时眼里闪烁的光芒，我更加坚定要用自身拥有的能力照亮更多身处黑暗角落的弱小生命。曾经的伤痛最终化作救赎的力量，让我真正明白，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复仇，而是守住善良，守护他人，回馈社会。多家主流媒体多次向我发出专访邀请，希望我讲述商业经历与人生感悟，我均一一婉拒，不愿被虚名裹挟，不愿被外界纷扰打乱内心的平静。我只愿低调踏实做事，安稳从容生活，把所有精力留给家人。事业与公益不慕浮华，不逐名利。宋远洲始终无条件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他常说，只要我过得开心安稳，便是他此生最大的追求与满足。我们每年都会制定固定的旅行计划，带着女儿前往不同国家与地区，让她开阔眼界，感受多元文化，见识世界的广阔。我们在北海道见证樱花漫天飘落的浪漫，在撒哈拉沙漠仰望整片星空的璀璨，在威尼斯乘坐贡多拉穿梭于水道之间，女儿清脆的笑声如同灵动的音符，洒满我们走过的每一段旅程，治愈着我心底所有残存的细碎伤痕。我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稳顺遂，再也不会有任何风波与恶意惊扰这份历经磨难才换来的安宁。可人性深处的贪婪、嫉妒与恶意永远不会轻易消亡，总会在猝不及防的时刻从阴暗角落重新浮出水面。这天，我正在办公室审阅海外分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助理神色慌张地推门而入，递上一封来路不明的匿名邮件。邮件内附着大量精心伪造的财务文件，造谣我当年接手沈氏集团时存在非法资产转移与内幕交易行为。文件伪造工艺极为逼真，包含虚假银行流水、仿冒签字记录与伪造合同条款，极具视觉迷惑性与传播破坏力。发件人还恶意拼接我早年被围堵的模糊照片，通过剪辑扭曲事实，试图全方位抹黑我的个人形象与商业信誉。这封邮件被批量发送至各大媒体机构、长期合作方与相关监管部门，短短数小时便在行业内部快速传播。一直觊觎沈氏集团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抓住机会，暗中雇佣水军，推波助澜，将虚假谣言不断放大扩散。网络平台迅速涌现大量针对我的恶意言论，不明真相的网民跟风诋毁，质疑我的财富积累途径与商业操守。相关监管部门依照工作流程接到举报后，正式启动合规性调查，要求集团限期提交完整财务凭证与交易记录。集团内部出现小规模的人心浮动，部分基层员工私下议论猜测，公司股价出现小幅波动，整体运营受到轻微影响。宋远洲第一时间放下手中工作，赶到我的办公室，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神坚定地示意我不必慌张，一切有他共同面对。我轻轻
轻拍抚她的手背，以示安心。历经生死考验与数次风波，这样的商业构陷早已无法动摇我的心智与底线。我立刻牵头组建由法务、财务、公关3方组成的应急专项小组，全面梳理真实证据，有序应对官方调查与网络谣言。财务部门连夜整理近10年的完整财务报表、资产过户文件、税务缴纳凭证，证实所有流程均合法合规，无任何违规操作。法务团队通过专业技术鉴定，快速找出伪造文件的破绽与痕迹，锁定造假核心证据，形成严密完整的法律报告。公关团队采取冷静克制的舆论管控策略，不主动激化矛盾，静待最佳时机，用绝对事实澄清所有污蔑。我亲自坐镇指挥各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清晰有序。面对危机，始终保持冷静理智，没有丝毫慌乱。女儿敏锐察觉到我连日的忙碌与疲惫，每晚睡前都会轻轻抱住我，用稚嫩的声音叮嘱我一定要开心健康。孩子纯粹的温柔如同暖流涌入心田，让我更加坚定要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家庭幸福，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经过多方位追踪排查，我们最终锁定匿名邮件的发送者正是当年被我开除的故事旧部赵伟。赵伟当年因贪污挪用公款被依规开除，从此心怀怨恨，多年来一直伺机报复。此次精心策划了整场恶意构陷，他联合外部竞品企业高管共同伪造文件，散布谣言，企图一举毁掉我与沈氏集团，以此泄愤并谋取商业利益。查清全部真相的那一刻，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指令法务团队向治安队报案，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治安队根据线索迅速实施抓捕，将赵伟当场抓获，其伪造公文、商业诽谤、诬告陷害的罪行证据确凿，无从抵赖。赵伟被刑拘后，对自身罪行供认不讳，全盘交代与竞争对手勾结策划谣言的全部过程与真实动机。涉案的竞品企业随即被立案调查，企业声誉瞬间崩塌，国内外合作方纷纷宣布解约，很快陷入全面经营危机。我们选择在监管部门正式公布调查结果的同一天，向全社会公开所有真实证据，彻底澄清所有虚假谣言。官方通报明确声明，沈氏集团资产流转与商业运作完全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非法行为，匿名举报纯属恶意诬告。我们同步公开赵伟的犯罪供述、伪造文件技术鉴定书以及竞品企业违法勾结的完整证据链。舆论场在24小时内实现彻底反转，此前跟风谩骂的网民纷纷公开道歉，转而强烈谴责赵伟与恶意竞品企业。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此次事件真相，赞扬沈氏集团坚守合规底线，更称赞我面对构陷时不卑不亢、冷静果敢的态度。集团股价迅速回弹并突破历史高点，原有合作伙伴纷纷发来致歉函，主动提出深化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集团内部的不安情绪彻底消散，员工对我的领导力更加信服，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空前提升。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非但没有击垮沈氏集团，反而让企业的市场口碑与行业地位更上一层楼。赵伟最终因多项罪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为自己的嫉妒、贪婪与恶意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此前恶意抹黑我的自媒体账号与营销号纷纷发布公开道歉声明，删除全部不实内容，以求避免进一步法律追责。风波彻底平息之后，我没有丝毫侥幸之感，反而更加深刻意识到人性之恶永远无法彻底根除。但我早已不再畏惧，因为我身后有深爱我的家人，信任我的团队，坚守正义的底气与足够强大的实力。我借此机会全面升级集团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强化风险防控机制，从根源上杜绝类似恶意事件再次发生。我也更加珍惜眼前的平淡幸福，深刻明白这份安稳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拥有，必须用心守护，倍加珍惜。宋远洲心疼我连日高强度操劳，直接推掉所有工作安排，带我与女儿前往热带海岛度假，彻底放松身心。我们入住临海独栋别墅，枕着海浪声入眠，迎着日出苏醒，完全远离职场纷扰与人心险恶。女儿在柔软沙滩上堆建沙堡，捡拾贝壳，无忧无虑的模样治愈了我所有的疲惫与紧绷。宋远洲陪我静坐海边，轻声诉说长久以来的爱意，承诺会用一生守护我，再也不让我受半分委屈。我静静依靠在他的肩头，望着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内心满是安稳。前世所有伤痛早已烟消云散。度假归来后，我逐步减少集团日常事务参与度，将更多精力投向家庭运营与公益事业落地。我亲自跟进公益基金每一个项目的执行细节，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精准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身上。我发起女子创业扶持专项计划，为有梦想有能力的女性提供启动资金、行业资源与专业指导，助力她们实现自我价值。我组建专业反霸凌宣讲团队，深入全国各大中小学开展普法与防护教育，教会孩子识别危险，保护自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过去的自己达成和解，都是在让更多年轻生命避开我曾经坠入的黑暗深渊。时光匆匆流转，女儿顺利步入小学阶段，成为一名乖巧懂事、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受老师与同学的喜爱。她继承了我良好的学习能力，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却从不骄傲自满，始终保持谦逊温和的待人态度。她会主动把学习资料分享给同学，会耐心帮助学习有困难的伙伴，像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每次前往学校接她放学，看着她蹦蹦跳跳奔向我的模样，我都会由衷觉得此生所求不过如此。宋远洲把女儿宠成掌上明珠，却始终坚持原则，从不溺爱，耐心教会她责任、担当、感恩与明辨是非。我们的家庭没有豪门常见的奢靡浮躁与勾心斗角，只有三餐四季的烟火气、朝夕相伴的温暖与不离不弃的相守。每到周末，我们会一同前往超市采购食材，回家共同动手烹饪饭菜。平凡的烟火气息里藏着最踏实的幸福。安安总会安静趴在厨房门口守候，时不时摇动尾巴，发出温顺的呜咽，成为家庭氛围里温柔的点缀。傍晚时分，我们会带着女儿与安安前往附
附近公园散步，看夕阳染红整片天空，享受最简单也最珍贵的平凡幸福。我偶尔会翻开尘封的旧相册，从年少时的孤单无助，到重生后的步步为营复仇，再到如今的圆满安稳，内心感慨万千。命运慷慨，赠予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没有丝毫辜负，不仅报尽前世血海深仇，更赢得了完整璀璨的人生。所有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都在因果轮回中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自己种下的恶果里耗尽了整个人生。顾思雨在监狱深处孤独离世，无亲无故，无人送终，如同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彻底消散于世间。赵伟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余生都要为自己的恶意付出代价，再也没有翻身重来的可能。当年跟风围堵欺辱我的同学，一生被案底与污点束缚，在社会底层艰难挣扎，永远为年少的恶行买单。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所有恶意终将被清算，所有善良终将被世界温柔以待。我早已不再关注那些人的最终结局，他们早已彻底退出我的人生。我的眼里只有眼前的家人与光明的未来。沈氏集团逐步成长为国内顶尖多元化实业集团，以诚信经营、社会责任与行业担当闻名，成为众多企业学习的标杆。我被推选为行业协会重要职务，牵头制定行业规范标准，推动整个产业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持续发展。我先后获得众多商业荣誉与公益奖项，却从未放在心上。比起虚名福利，家人的笑容才是我此生最珍贵的财富。地方政府对集团长期公益投入给予高度认可与公开表彰，我依旧保持低调姿态，踏实推进每一项公益计划。曾有人问我此生最大的成就究竟是什么？我平静回答，是拥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是守住了内心最纯粹的善良。财富与权力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爱与温暖、善良与坚守能够伴随一生，滋养一生。宋远洲每次听到我的回答，都会紧紧握住我的手，眼里满是宠溺与认同。此生得此一人，已是圆满无憾。岁月悄然流转，转眼我已步入中年，眉眼间褪去了年少的尖锐与锋芒，多了岁月沉淀的沉稳与温柔。女儿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聪慧独立，有主见有追求，却依旧保持着对我们的依赖与亲近。她立志成年后投身公益事业，传承我的初心与坚持，帮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延续这份温暖与善意。看着她眼神里的坚定与纯粹，我心中满是欣慰。我没有教会她仇恨，而是教会了她爱救赎与担当。安安渐渐步入老年，行动不再灵活矫健，整日安静趴在女儿脚边休憩，安享属于她的晚年时光。我们给予她最好的照料与陪伴，陪她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以郑重的方式送别这位特殊的家人。女儿为此伤心难过许久，我轻声告诉她，离别是人生常态，铭记相伴时的温暖与快乐，便已是最好的纪念。每年清明，我都会前往母亲与顾岩松的墓地祭拜，带上他们喜爱的鲜花，轻声诉说生活里的细碎家常。我告诉母亲，我过得安稳幸福，女儿优秀懂事，集团发展顺利，一切都如她当年期盼的模样。我对顾岩松早已没有半分怨恨，只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弥补对母亲一生的亏欠与遗憾。放下从来不是原谅他人，而是解脱自己，不让陈年执念困住往后余生，不让仇恨消耗当下的幸福。中年之后，我与宋远洲逐步移交集团核心管理权，精心培养年轻有为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接班。我们开始真正放慢脚步，享受生活，携手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看遍世间繁华盛景与宁静烟火。我们前往桂林欣赏山水甲天下的秀丽，登临黄山感受云海翻涌的壮阔，漫步西安触摸千年历史的厚重。每到一处风景胜地，我们都会留下合影留念。照片里的我们眉眼温柔，笑意安然，满是岁月静好。我们不再执着于追逐事业的更高巅峰，转而追求内心的平和安宁与生活的简单惬意。我们正式开启悠闲的二人世界，重拾年轻时的浪漫与温柔，一同看电影、听音乐会、打理庭院花草。生活平淡却无比充实，简单却极度幸福。没有商场勾心斗角，没有人心险恶算计，只有纯粹的岁月静好。我轻轻闭上双眼，嘴角扬起温柔释然的笑意，内心满是感恩、知足与平静。这一生，我逆风翻盘，向阳而生，最终活成了世间最幸福、最圆满的模样。往后余生，平安喜乐常伴左右，岁岁年年无灾无难，永远被爱包围，永远被世界温柔善待。